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。今晚我们要走进一个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声音的皇帝，他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上沉默不语，却因此错过了一次可能改写历史的机会。你以为历史的决定都来自咆哮和权谋？不，道光皇帝教会我们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本身就是一种最沉重的决定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和此刻的时间。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残存一个道理。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，无论是帝王将相、诗人文豪，还是热点人物话题，都欢迎写在留言区。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。道光是清朝的第8位皇帝，是乾隆的孙子，嘉庆的儿子，年号道光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正道之光的感觉？但别被名字骗了，他的一生更像是节俭之光、克己之光，当然也有点无为之光。道光皇帝的前半生，说白了就像被儒家八股文包装的瓷娃娃，谁见了都说乖说稳，但谁都没想到，等他真坐上皇位，国家却一步步走进了动荡与崩塌。话说回乾隆末年，这个实权老人其实已经晚节不保，全国上下人浮于事，贪腐成风。乾隆最宠的就是和珅，那是个啥也敢干的狠角色，权力大的离谱，财产堪比国库。等乾隆一死，嘉庆终于忍了10年，立马把和珅办了个超家套餐，一夜之间全国欢呼。但根子处理的怎么样呢？问题是根子还在，那些靠和珅上位的，沾了点边的，全都换了马甲继续混。嘉庆皇帝想改革，嘴上喊得响，但身体很诚实，改革一下就偃旗息鼓了。他这个儿子爱新觉罗明宁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从小道光就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，怎么讲？学习认真，不贪玩，不张扬。老师讲，大学中庸，他不仅能背，还能写心得体会。嘉庆很喜欢他，说这个儿子像极了理想中的圣贤人。不过这孩子太懂事了，懂事到从不顶嘴，从不乱说话，就像一个被内置了自动点头模式的 AI 皇子。这样的人登基会怎样呢？嘉庆25年，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太子夭折了。原本被钦定为继承人的皇长子突然没了，整个皇室一片混乱。那时候的道光也没说什么大话，没哭天抢地，只是默默做好自己，继续当那个谁都挑不出错的老二。就在嘉庆临终前，他把道光拉到床边，说了一句据说是托孤的话，以后大清的重担就靠你了，然后就撒手人寰。道光也没哭得稀里哗啦，就那么规规矩矩地穿好朝服，接过皇位，成了新一任大清皇帝。他登基时46岁，说年轻不年轻，说老也不老，但他面临的问题，那可真的是一锅加生又烧焦的饭。第一大锅，财政崩了，乾隆、嘉庆2代铺张浪费，再加上人口暴涨，自然灾害频发，白银大量流失，国库就剩一堆铜钱在那儿叮叮当当。道光皇帝接到账本的第1天就沉默了，不是看不懂，而是太懂了。他知道自己根本没什么操作空间，所以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，削减开支，自己带头节俭。别的皇帝动不动就修园子，他可不修，
别人后宫佳丽3000，他后宫里的宫女打麻将都凑不够一桌。他吃饭的筷子用了10年不换，衣服破了就补，接着穿。按理说这应该是清流代表，但问题是皇帝带头过苦日子，大臣们也不敢造反了，于是他们也省，但省的却是给地方的粮饷、工程的钱、基层的待遇。这一省，底层更苦了。道光是认真的，但他的认真在一个烂摊子里，只能让人看着心酸。财政不行，那整顿贪腐总可以吧？行，他提拔了一批自认为廉洁自持的官员，试图扫清朝堂。但你知道朝廷是个什么地方？就算你抓了张三，李四和王五早就排队等着上位。更悲催的是，那些真的清官干了几个月就病倒，被排挤，要么心灰意冷请辞了。结果是，朝堂好像清了，实则更贪了，运转开始卡壳了。道光开始怀疑人生，但他依旧没骂人，没发飙，没做帝王操作，只是更努力地批奏折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加班机器。他看得清，也想得多，但就是不愿赌，不愿冒险，他怕做错事。更关键的是，道光不信这个新，不管是谁提出新法、新思路，他的第一反应是祖宗没干过，那就不靠谱。清朝的祖宗之法成了他的一道心理防线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，西方列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，而我们呢，还在吵要不要改革严政，修不修大运河。你说可不可笑？可笑的是，道光一点也没笑。哎呦，他是真的怕改了出乱子，怕动了根本，怕这个朝代的命脉断在自己手里。所以他开始隐身，不是躲，是慢慢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声皇帝。他不拍桌，不骂人，不公开亮立场，连朝会都越来越少出席。哪怕国家已经开始往悬崖边滑，他也只是默默站着，看着，批着，拖着。这种沉默不是智慧，是逃避。而这种逃避很快就会被历史按下加速键。道光登基的第1年，北京就下了一场又急又冷的春雪。御花园里万物尚未苏醒，大殿里的御座却已经变了主。朝臣们换了口吻，奏折里多了道光皇帝圣明仁厚之类的陈词滥调。谁都知道新皇帝上任头几年是观察期，也是最敏感的时候。可这一次没人真的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位新皇帝看起来没什么脾气，也没什么野心。他不像康熙一上来就整顿齐物，也不像雍正上台立刻动刀子。他最大的动作是省钱，真的是从内务府到皇宫的灯油、道光都要问问这钱花的值不值。他甚至下令太监每顿少吃半碗饭。他自己穿的龙袍都是嘉庆留下来的库存货，补丁补得跟拼布似的。这当然让一些百姓心生感动，觉得皇帝节俭是好事。但你要知道，节俭是一种姿态，不是治理。更麻烦的还不只是钱。就在道光正琢磨着怎么开源节流的时候，一份来自广东的密折送到了御前。折子里说，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愈发猖獗，英吉利人的船只直接停在海面上，大清的海关船连靠都不敢靠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箱箱鸦片被运上岸。奏折末尾的那句话很刺眼，广东2年间白银流失已超800万两。你想想，大清国库总共就那么点白银，这一下被掏了个底朝天。道光一看，先是皱眉，然后
没说话。他想处理，但他也清楚，鸦片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。早在乾隆年间，鸦片就已经偷偷流入了南方，只不过那时候只是小规模的养生药。到了嘉庆年间，有识之士上书劝谏，说这玩意儿会伤身。朝廷一边禁，但地方官员又一边收黑钱，久而久之，禁烟成了一个打不疼的耳光。谁都知道有这回事儿，但没人真当回事儿。现在可好了，问题彻底爆发了。广东官场成了鸦片链条的帮凶，收黑钱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道光知道，只要他真的动手，这条链子一断，会牵连无数人，甚至可能引发南方动荡。他又怕了，不是不想处理，是不敢处理，因为他太明白这背后的代价了。他开始找折中方案，比如调动地方巡抚加强海防，让地方自查，下几道口头禁令。看起来是有所动作，但根本没触及根本，就像一个大水缸快漏光了，他却在桶底边贴创可贴。可这时候有人站出来了，那就是林则徐。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文臣，突然写了一封震惊朝野的奏折。他在奏折里开门见山地说，鸦片不除，大清必亡。他没有拐弯抹角，没有奉承讨好，只有一句句扎心的话。道光一口气看完那折子，竟然有点动容。他觉得可能该让这个人试试。于是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南下广东禁烟。这一任命在朝堂上炸了锅。很多老臣觉得这人太激进，说得太满，也有人说他会坏了中英关系，更有贪官怕林则徐查到底会牵出自己来。但道光这次竟然顶住了，他什么也没解释，只是轻轻挥了下手，示意照办。在这一刻，有人说道光好像突然硬气了一回，可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份短暂的果断才显得更加稀有。因为除了林则徐，他还是那个踌躇犹豫不敢下狠手的皇帝。他把全部希望压在一个人身上，而不是改革系统本身。他没有去清查整个鸦片网络的腐败根源，也没有在制度上做出根本性的调整。他只是选了一个干将，然后退回了御书房，继续沉默。他从不真正参与，他只是偶尔点头。而林则徐的点头行动，就是那个著名的虎门销烟。1839年，林则徐在广州虎门当众销毁鸦片，2万多箱毒品被一一焚烧冲走，化为乌有。这一举动震惊世界，也彻底点燃了英国人的怒火。而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依旧沉默，他没有召开军机会议，更没有召见将领研究对策，他只是批了几道折子，说了一句办得好。但他心里其实有点慌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再是内部整顿，这是要惹到真正能打的洋人了。可是他还是选择什么都不说。他没有亲自部署军力，也没有在战争爆发前下达战略计划。他甚至没有问问沿海大臣有没有准备好船炮、兵力。他以为这事儿可能不会闹大，就像他以前面对危机时的判断，拖一拖，事情自己就过去了。可这一次，事情没有过去。英国人没打算忍，他们派出了军舰，从海上一路压境。而道光皇帝依旧坐在紫禁城最深处，看着地图，听着回报，却没有做出真正的应变。他不信外夷能伤我中华，他依旧把这一切当成边陲小乱，而不是一场现代战争的预兆。这不是保守，这是对时代节奏的严重误判。他的世界观里，天朝永远是中心，
西方只是夷人藩邦，他们的火炮、战舰，甚至他们的制度和思想，在他眼里都不配被当回事。他不是愚昧，他是从骨子里相信大清不会败，因为从没败过。可这一次，他的信念将第一次面临彻底的挑战，而他依旧选择闭口不言。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火还没熄完，英国人已经磨刀霍霍，准备替货索赔，而道光皇帝呢，依然是那个只批奏折不发号令的熟面孔。他在这场即将爆发的战火面前，没有召开战时会议，没有增派兵力，也没有设立统筹指挥机构。他只是照常在御书房读折子、画圈，然后呢批几句着衣议、着言茶，仿佛远方海岸线的炮声不会传进紫禁城似的。而最讽刺的是，他开始关注的方向是有没有违反祖宗之法。有人在折子里建议他开放通商，主动谈判，道光立刻标注了3个大字：不可行。他的潜意识里，洋人只是匿名，只要坚持立场，他们迟早会退让。就这样，他把一个可能演化为外交摩擦的问题，逐步推向了军事冲突。广东水师那边更惨，原本就兵力薄弱，军舰老旧，如今突然接到命令要抵御外敌，各级将领一片迷茫。他们没有接到战前部署，没有拿到增援指令，只知道皇上让我们挡住。于是定海一战，清军仓促迎敌，3000人对对方5艘战舰，结果是一边倒，清军全线溃败。英军推进速度快得惊人，而道光接到战报时，只是眉头一皱，然后把那道奏折放在最下面，说了句再看。几天后，厦门陷落，又过几周，广州门户洞开，大清的门户一个接一个被撕开。可道光没有震怒，没有下诏告急，他甚至没有在太和殿集结文武百官紧急讨论对策，他只是继续沉默。他可能以为，如果他不主动出声，就可以延缓这场不可控的风暴。但问题是，风暴不会等你准备好才来。他不是不懂局势，只是太怕局势失控。他怕一旦承认清军打不过，就等于自曝国弱；他怕一旦公开召见英使谈判，就等于抛弃祖宗体面；他更怕一旦自己表态，就要为所有后果负责。于是他选择让时间替他决策，可现实很快就告诉他，时间不会偏袒任何人。与此同时，朝堂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。主战派大多是年轻官员，他们认为要动员全国资源，调集8旗劲旅，设立联军司令部。主和派则是那些资深老臣，他们一边数落洋人的不知礼数，一边又怕战事引火烧身，力主通商缓和。道光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不表态，不牵头，不裁决，只是听记录，然后让他们各自回去再议。结果是，谁也不敢真做决定，谁也不想背锅。一盘贪婪的棋局就这样卡死在皇帝的沉默里。终于有一天，皇帝开口了，他说了一句：若战则战，若和则和，但务求大清体面。看起来像是表态，实则是最高级别的废话文学。什么叫务求体面？这个体面与战与和根本就不是一件事。而这句话一出口，全朝的文武百官更懵了。谁来定义体面？谁负责体面？他依然没说。而此时的林则徐已被他悄悄罢免了，理由是未能妥善处理英夷事务。很多人都以为道光这是在杀鸡儆猴，可更多的人知道，这其实是他在切割风险。林则徐过于强硬，
惹火上身。皇帝怕殃及朝廷名声，就把他当作定海失败的替罪羊。这在道光的逻辑里是一种自保，不是不信任林则徐，而是他必须保住朝廷体面，哪怕牺牲一名忠臣。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次的混乱。皇帝开始频繁调换地方大员，但调的是人，不是制度。他要求地方自行稳妥处理，却不给权限，不给预算，不给兵员。结果就是每个省都在演独角戏，彼此不通气，互不协作。东南门户接连沦陷，英军长驱直入，直逼长江口。而朝廷里竟然还有人在讨论能不能用礼品换和平。道光在这个阶段的心态几乎就是希望洋人打累了就走，他不想激怒他们，也不想低头，他只是被动等一个结束。但这种被动正是最致命的主动。他没有为这场战争设定任何边界条件，也没有准备一套谈判预案，他甚至没派出专业的外交使团。他所做的只是继续批折子，继续节俭，继续等。而这种等让清廷失去了所有战略主动权。英军占据港口，封锁贸易线，截断运输，南方各省濒临崩溃。普通百姓开始逃难，商人被掠夺，盐税收不上来，白银继续外流，整个帝国的经济血管正在一点一点被切断。而道光依旧没有发言，他像是故意沉默，又像是真的无能为力。这个时候，连宫里的太监都开始议论，说皇上是不是病了？因为他几乎不怎么召见大臣，只靠内务府传话，整个人像是从皇帝变成了办公机器。但真实的情况是，道光不是病了，而是彻底陷入了一种皇帝式自闭。他拒绝面对现实，也拒绝被任何人说服。他躲在自己设定的框架里，希望风头过去，一切还能恢复原样。可时代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。他不说话，是因为他太清楚自己没答案；他不出手，是因为他早已不敢承担后果。而这场沉默，最终把整个清朝推向了史无前例的被动局面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如果说虎门销烟是清朝最后的体面，那么接下来的战事就是一步步撕去这层体面的过程。1839年到1840年，大清和英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逐步升级，从边境摩擦演变为全面入侵。可你要是走进北京城，尤其走进紫禁城，会发现一种诡异的静。奏折送到御前，内容写的是哪座城又丢了，哪支水师全军覆没。但道光依然维持着一种近乎机械的批复节奏，他甚至很少召见主战大臣，只在折子上写几句模糊的批语，比如照旧办理，严防再失，像极了一个不愿承认病情的病人还在硬撑。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们早已乱作一团，有的趁机推诿，把责任甩给朝廷指示不明，有的干脆装死，按兵不动。还有一部分胆大的偷偷给英军传话，私下议和，希望别打到自家地盘。这时候的清廷像极了一条没有中枢神经的巨兽，四肢乱动，头却沉睡。可是英国人可不困，他们不是来讲道理的，他们是来谈条约的。1840年，英军封锁了珠江口，彻底切断了清朝南方的对外贸易。广州、厦门、宁波、定海接连陷落，道光直到此刻才真正开始紧张。可他的紧张方式依旧不是部署军队、召集战役，而是换人。他罢免了几位表现不佳的大员，包括前线指挥官、广东总督
福建水师提督，然后火速任命了一个他认为能镇住场的人，琦善。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个后来成为南京条约签署主角之一的琦善。为什么选他？因为他会办事，擅长周旋，更重要的是，琦善是个和稀泥高手。道光给琦善的指令很明确，你去广州和英仪谈谈，但务必保证体面，不能丢地，不能赔款，不能签约。你看这3点，哪一点能促成和平？可琦善还是上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皇帝要的是个面子结果，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。于是他干了件堪称艺术的事，那就是开始拖。一边跟英国人谈判，一边在给朝廷的折子里美化局势。他说英军暂未动兵，局势尚可控制，夷人有和议之意。而道光收到这些信息后如释重负，甚至开始以为局势真的缓和了。于是他不仅没加紧备战，还在宫里安排了一场小规模的赏花宴。这可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，时间点就在宁波陷落前几天。荒不荒唐？荒唐，但又合逻辑。因为他始终在逃避一件事，这不再是边境小打小闹，而是一场国家存亡的战争。而此时的民间早已炸了锅，沿海百姓被迫迁徙，商人资产被冻结，茶叶、丝绸出口停滞，白银急剧外流，物价飞涨。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以鸦片换粮的荒诞交易，人心浮动，谣言四起。有人说皇帝准备南逃，也有人说满清要投降洋人。社会撕裂，而中枢沉默，整个国家像是焖在一口锅里，不炸，但快熟了。再回到皇宫，道光在干嘛？他开始大量批阅关于洋人礼仪的资料。对，他没有研究火器配置，也没有研究敌军战术，而是在问英吉利使臣觐见时是否应跪拜，是否允许他们使用翻译。这些细节问题在他眼中比城市失陷还要紧。他的脑海里，体统依旧排第一，实情永远靠后。他不是不知道国家有难，而是认为守住朝廷的面子才能守住江山。他曾经让大臣起草过一份训仪章程，强调洋人来朝必须伏地叩首，不能直视皇上，不许携带任何武器或奇技淫巧。听起来像是在清规戒律洋人，但实质上是把现代战争当成了宫廷礼仪比拼。他把国与国的冲突误以为是谁先低头的面子战争，可英军压根不玩这一套，他们不是来朝拜，是来逼宫的。琦善在广州撑了几个月，实在撑不住了。他发现英国人根本不愿再拖下去，于是偷偷与对方草拟了一份议和意向，内容包括开放通商、赔偿白银、归还被没收的鸦片等。这等于直接踩爆了道光的底线。等折子送到京城，道光当场震怒，怒斥琦善私自签约，贻误国事，立刻罢官治罪。你可能以为他要换个更强硬的谈判代表，不，他再次选择拖。可这次英军不给他拖了，他们绕过东南沿海，直扑长江，势如破竹地逼近南京。整个南方腹地开始动摇，清军节节败退，战况几乎失控。道光终于下令召开紧急军机会议，可大局早已不可逆转。这时候的他疲惫、焦虑又深感无力。他甚至在内廷里问过一句：祖宗若在，能否转危为安？没人敢答，因为答案太明显了，祖宗也做不到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清朝这艘大船已经驶进了风暴核心，而自己这个掌舵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握紧过方向盘。不是道光做了什么，而是他不做任何事的回响。
他没有下令改革，没有重整军备，没有选对谈判人，没有预测敌人行动，他唯一坚持的就是守住体面。可体面是一块布，遮得了一时丑，挡不住长久烂。而接下来的故事是这块布被一层一层掀开的过程。英军兵锋直指长江流域，局势已不再是局部冲突，而是堂而皇之的入侵。南京是他们的目标，而道光皇帝却依旧抱着一线幻想，也许英军只是吓唬一下，打到这儿就停了。他不愿相信一个夷人之国真的敢动天朝根本，可现实狠狠打了他的脸。1842年，南京陷落在即，英军舰炮停在长江上，炮口对着城门，清军不敢应战，百姓惊慌失措，官员纷纷请示是否开门议和。此时的大清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道光再不讲话，就真的要被历史逼宫。他终于发话，议和。但这两个字说得如此之轻，像是在应付一场争执，不像是在做一场亡国级的决定。他派出的谈判代表是一批根本没有国际经验的官员，他们既不懂西方政治，也不熟洋人手段。他们带着的是道光的3条死命令：不割地，不赔款，不承认对方合法性。3条红线看似坚决，实则是谈判的封口布，谁也不能越界。而英方的态度很明确，不答应条件就继续打到北京去。僵局持续了数日，道光开始急了。他知道清廷军力已经撑不住，南方钱粮耗尽，再打下去就是内乱。他左右为难，最后妥协，割一块地，赔一点款，签一个临时性条约。但必须写明，并非正式承认夷人地位。于是，一纸耻辱条约横空出世。南京条约正式签署于1842年8月，地点就在被英军炮舰围着的南京城外。这是一纸写在中国历史课本上，但当时老百姓根本看不懂的契约。它内容包括赔款2000万银元，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5口通商，英方在香港设立永久港口，且享有完全司法自治权。你说这不是亡国文书吗？可当时的大清上下竟然有不少人松了口气，因为至少暂时不打了。道光听到签好了，反应并不是暴怒，而是沉默。他像是老了一圈，坐在御书房里一句话不说。那晚他没有召见任何人，也没有安排庆功宴，只是盯着窗外发呆。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输了，输的不只是战争，还有整个旧体系的脸面。他心里清楚，从乾隆到嘉庆，再到他3代人一手撑起的天朝上国形象被彻底撕碎，而自己就是最后那个摁下同意按钮的人。他不敢告诉太后，不敢直面宗室成员，甚至不敢正眼看史官一眼。他明白，南京条约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果然，条约签了，但后患不断。地方官员开始私下议论，皇上是不是怂了？八旗兵的士气一落千丈，连带着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急剧下滑。英法等其他国家闻讯而来，纷纷要求平等待遇。很快，第2、第3份不平等条约接连而至，而道光却像是放弃了抵抗。他不再大力召见军机，也不再热衷整顿政务，整个人像是慢慢收缩回一个维持原状的壳子里。他开始怀念乾隆，他翻看祖宗留下的十全武功记录，自言自语：祖宗在时，未尝有此辱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对身边人说：或许国运已尽。但这话
他说得很轻，像是在风中自语，不是命令，也不是告诫，只是一个被打破信仰的中年皇帝的无声哀叹。而全国百姓呢，有的还在迷惑，为什么会输？为什么朝廷没有赢？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口学外语，必须用洋布洋货？那年，广州街头第一次出现了英货店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写洋货平而间。这是一个时代的讽刺，道光把眼睛闭得再紧，也挡不住这些字眼灌进大清的骨头缝里。他还试图补救，他命令全国编修遗物档案，收集外夷习俗、法律、军政制度，希望有人能从中找到破解之道。他甚至召见过几个汉学通译的传教士，但见面不过3分钟，他就挥手让人送走。他听不懂那些人讲的共和、议会、工业革命，也不想懂。在他眼里，那些词像是妖言惑众，是一股来自地狱的风。道光仍然相信，只要守住祖宗的制度，只要子孙继续节俭，就能度过这场风波。但他没看到的是，风波早已掀翻整艘船。他自以为的稳妥，是在碎裂中安放枕头；他自以为的体面，是在火山口涂腮红。鸦片战争不只是一次战争，它是整个旧时代制度的照妖镜，而这面镜子最先照见的，不是贪官，不是洋人，而是一个不敢看自己影子的皇帝。他什么都没有说错，却也从没说对过一句关键的话。他做了那么多节俭、克己、忠于祖宗的事，却都绕过了那个最该面对的问题：旧世界真的还能撑下去吗？道光没有回答，而历史已经帮他回答了。道光皇帝站在一个岔路口，但他没走，他只是站着看着，想了很久，最后原地转了个圈回去了。他以为等风头一过，一切还能照旧。但事实是，从南京条约那一刻起，世界变了。清朝不再是那个天下共主，而是被列强盯上的肥肉。这种变化是系统性的，不是靠节俭2年、禁烟几次就能修复的。而他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。战争结束后，道光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反思制度，不是加快军事改革，而是调查谁在战时失职。他命令钦差查办战败诸将，审问沿海官员是否临阵脱逃，试图用追责来洗掉这场失败的耻辱。他像一个不小心摔了碗的主妇，不是想着买个新碗，而是反复去质问哪个仆人没擦干桌子。他甚至下旨重申祖宗家法，强调文臣不得擅改国策，武臣必须听从内廷调遣。这些话在乾隆时代也许有用，但在1843年的中国已经显得苍白。与此同时，列强一个接一个登门，英国之后是法国、美国，再后来是俄国，纷纷提出比照英国待遇的要求。道光一边让礼部研究对外通告的措辞，一边批评各地督府不够机警，但他就是不肯设立一个中央对外事务专署。他始终觉得洋人事务是小道，不值得设个新机构来伺候。外交这种事，只要不出乱子，用点旧规矩就能糊弄过去。他甚至还幻想过一件事，把香港要回来。他亲自问内阁大学士，若英国不愿长久留住香港，是否可提前收回？大学士沉默，没人敢告诉他，英国正在大举建设殖民政务厅，哪有一点临时驻扎的样子？而道光却觉得，只要自己态度坚定，对方就会顺理成章地还回来。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依旧停留在道以为先的儒家信条里，但真正的威胁来自内部。
鸦片战争带来的冲击不只是洋人，而是民心。南方沿海百姓开始对朝廷失去信心，商人更倾向与洋人做生意，而不是依赖清廷批文。甚至连一些本地官员也在默默学习洋务知识，为自己找后路。广州街头第一次出现了英语私塾，上海开始有人偷偷翻译西文书籍，而朝廷对此一无所知，或者说一无所问。有人上奏说应派人出国留学，道光一看，直接驳回，奇谈。还有人建议在沿海设置海防演练场，以提升水军实战能力，他批了3个字：无此需。对他来说，改革就是冒险，而冒险就是对祖宗不敬。他宁可什么都不变，也不想背上坏了规矩的罪名。可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一件怪事：鸦片没被禁掉，反而更多了。英商开始合法走私，借着条约漏洞大量倾销鸦片，而清廷基层却根本无力拦截。道光派人问广东官员为何不禁，回奏说既已通商，难以界定私与公。他一愣，曾经被烧光的鸦片，如今反倒明目张胆进城。林则徐当年誓言铲毒，如今变成了一纸空文，而他这时却无话可说。他试图再派一个第2个林则徐出来，可谁还愿意做那个顶风冒险，最后被撤职的烈士？没人愿意替他收场。他想下令禁止鸦片贩卖，但不敢触怒英国商人。他想整顿边关，但不愿调动军费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用左手打右脸，既想守旧又想讨好，最后变成全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宫里的人开始发现道光变了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越来越不想见人。他把自己关在养心殿，日夜批阅折子，不再上朝，也不愿听政务口头报告。有时候一个折子看一整天，只为了想清楚一个用词该不该用应还是疑。他像是逃避外界喧嚣的苦行僧，却又把自己困进了最吵的内心噪音里。而在那个被鸦片熏染的江南，道光的画像第一次被人倒挂在私塾角落里。过去那是皇恩浩荡的象征，如今成了朝廷不作为的代言。学生们开始悄悄议论：皇帝还在吗？是不是换人了？没人敢公开说，但民心早已动摇。这一年距离道光退位还有不到10年，可在很多人心中，他已经提前离席了。他不再是那个决策者，而只是一个在时间缝隙里不断寻找安全答案的人。他的沉默不再是沉稳，而是掩耳盗铃；他的节俭不再是美德，而成了窘迫的无能；他的坚持不再是忠诚，而是愚忠；他的退缩不再是克己，而是懦弱。历史不是从什么时候突然变坏的，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可以改变却没有改变的时刻悄悄坏掉的。而道光几乎每一个机会都错过了。英国人带来的不只是鸦片和炮舰，还有一个让整个紫禁城听不懂的概念：现代。可道光皇帝并不在意现代，他在意的是规矩，是祖宗，是礼制。对他来说，外夷船坚炮利也只是皮面的问题，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些洋人不肯下跪，不叫大清天子，不讲礼数。他总觉得只要他们愿意低头，哪怕割点地赔点钱都还能忍。可是洋人不低头，还走得越来越近。1843年秋，英美联手要求修改条约，在五口通商之外增添最惠国待遇。道光听说这个词时一头雾水，他反复问军机大臣：什么叫最惠？朕未曾施恩，为何称惠？翻译官解释了3遍，道光依旧没听懂。
他皱眉，这是朝贡还是要挟？最后他勉强批准，不是因为理解，而是因为实在没得选。条约签了，外国人在上海、广州、厦门设立领事馆，开始传教、开店、雇人、办学。原本闭塞的通商口岸，忽然变成了一块块不受清廷节制的小飞地。城市里第一次出现了油灯、报纸、外国服饰，甚至有穿旗袍的姑娘被拍下照片，被挂在洋行橱窗里当风景展示。而这些，道光从未亲眼见过，他只是偶尔从折子上瞟一眼，然后迅速翻页。他看不懂，也不想看懂。他把这些变化视为局部现象，坚信天子脚下的北京依旧是那个四平八稳的天下中心。直到有一份密折来自山东，说济南有士子拒绝参加乡试，理由是科举无用，以语为重。道光愣住了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连士子阶层这个清朝最稳固的支柱也开始松动了。他赶紧召集礼部重申八股取士的重要性，下旨提高乡试待遇，还亲自批了一道圣谕，以以法为术者，非我族类，不可任用。这一道护栏看似坚固，实则是纸糊的。他没意识到，列强进的不只是货物，还有思想，而思想的防线不是靠圣旨就能守住的。他开始频繁提起礼崩乐坏这个词，他觉得这一切乱象都是因为人心不古，制度松弛。他想恢复祖宗规矩，让皇子每日诵经1小时，让太医院恢复针灸课，让内务府重新整理大清会典。他像是在筑一道文化长城，希望把洋人的那一套挡在文明之外。但他不知道，长城从来挡不住风，尤其是那种会钻骨缝的风。而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，是一次小范围的宫中聚会。那天他在养心殿设宴，款待几位宗亲和内阁大学士，宴间无意提及机器织布的事，问他们是否听说过纺织厂。一位年纪较轻的宗室说，听闻洋人一机可织10丈布，朝夕不歇。道光听完沉默，片刻后才道，如此则吴朝百姓岂不无事可做？众人皆默。他忽然发现，原来这些奇技淫巧并不只是洋人之间的玩意儿，而是正在慢慢渗透进自家后院的现实。他开始害怕变化这个词，他觉得世界已经快到他看不清的程度。他像一个站在沙滩上的人，原本以为潮水会退，结果却发现是海平面在上升。他仍旧穿着补了3次的龙袍，手里拿着的是嘉庆年间的御笔墨宝，可脚下的大清都成啥样了？这一年，他下旨成立一个遗物堂，专门处理洋人相关事务，但并不给实权，只负责翻译、整理文牍。更重要的决策依旧集中在皇帝和军机大臣手中。他还规定，任何遗物奏折不得在3日内催批，理由是需详慎处置。听起来像谨慎，实际是拖延。他想稳住阵脚，可地已经不是他熟悉的地了。鸦片依旧泛滥，他明知广东和福建的官员早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又不能再大张旗鼓禁烟。他怕再来一次林则徐的局面，怕再次激怒英方，更怕引起南方动荡。他只能命令加强缉私，却不给拨款，也不给人手，等于是发了一份空头支票。他像一个手持空枪的守门人，面对着一扇已经坏掉的国门。而真正让他失眠的是那个从未公开承认的问题——香港。他从未真正接受失去香港这件事，他一直觉得那是暂借，甚至命人私下写信给英国人，试图探口风，
询问是否可换回。对方回信很客气，措辞很软，却一字不提归还。他气得将信撕碎，大骂厚颜无耻，可他不再敢公开发难。他知道现在的大清连一句狠话都没有资本说。宫里的人越来越少听到他笑，他有时站在御花园的假山前，一站就是一整炷香，也不说话，只盯着远处那株枯掉的梅花。他说，这棵树去年还开得好。身边太监不知如何应答，只能陪着低头。道光其实不是在看树，他是在想，整个大清是不是也去年还好。他开始频繁翻阅《资治通鉴》，特别是南宋末年的那几卷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落泪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大厦将倾，不是因为一次打仗，而是因为一次次不肯面对打仗后的世界。他没有喊停战争，但他也从未真正迎上战后的新局。他错过的不是一次战争，而是整个时代的入场券。战争结束了，可战后的世界并不平静。英、美、法、俄轮番登场，不再拿枪拿炮，而是拿起条约和通商协议，一张张纸比炮弹更有杀伤力。大清在条约上签的不是字，而是割地、赔款和尊严的耻辱，而道光皇帝在所有这些纸上都没亲笔写过一个字，但他的沉默却是最沉重的笔墨。1844年，法兰西人递交议旨文书，要求比照英美最惠国待遇，并附加一点特别条件，允许在中国传教。这一条把内阁炸出火星子，几位大臣跳脚反对，说若容西人惑民心，则礼教之根自毁。道光皱眉，他是不情愿，但他并没有断然拒绝，他只说在意，又是在意。这个词在他的嘴里几乎成了一道万能法术，凡是棘手之事都可以靠在意把它推远一点。可有些事你不处理，它就长出根来。各地教堂陆续兴建，传教士在城市边缘落脚，开始接触百姓，办学校，建诊所，开慈善堂。最初是少数人受益，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接近。他们不是因为信仰，而是因为现实。洋人能治病，能教算术，能带来洋布、洋油，而清政府带来的是八股、捐税、严刑和朕知道了。有人上书说洋人讲天主，说人皆平等，说不可跪拜他人。这些东西传久了，恐动摇纲常。道光看完沉默良久，然后让礼部再议，交内阁谨慎审阅，并亲手批了一个字查。什么意思？查而不办。就像一个医生听病人喊疼，但不拿药，只拿放大镜看伤口。其实他不是不怕，他知道这些思想一旦蔓延，天子独尊、纲常伦理都会被质疑，但他更怕另一件事，动了会更乱。他开始念叨稳这个字，就像一个人在快塌的屋顶下，不管砖缝多大，心里只想着别动，千万不要动。于是他不惊不轻，不敢也不迎。他不敢像林则徐那样强硬，却也不敢完全开放接纳。他的办法是拖自觉。而就在宫里一切照旧的节奏下，北京以外的世界却在翻天。上海租界形成，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，在大清土地上自设警察、法院、医院。广州码头开始出现轮船工厂，青岛港口第一次出现电报设备，苏州和宁波的绸缎商行开始和英国买办私下结算订单。
这些变化，皇帝一无所知，或者说不愿过问。他依旧早起，准点批折，依旧吃粗茶淡饭，坚持御厨，每日节省半两银。他从不迟到，也从不怠惰。他把皇位当成苦差事，认真、节俭、慎重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皇帝，却被这个时代彻底甩开。他甚至不知道，皇城根下的王府子弟，有人已经在学洋文，玩望远镜，拿着放大镜看蚂蚁，说自己要做科学家。这4个字，若让道光听见，他大概率只会问一句：此为何官职？有人悄悄将西方的机器图谱献上，道光扫一眼就推开，说：不习此道。他不喜欢这些铁疙瘩，看不懂，也不想懂。他更在意的是，年终祭祖用的是不是老坛酱，太医院针灸是否准确，户部有没有遗漏清查银两。他在意的是大清的肠胃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这身骨架已经被掏空了。鸦片继续泛滥，原本只在沿海的毒害逐渐蔓延入内陆。道光接到奏报说，陕西、四川等地已有人因鸦片致死。他怒道：禁烟不力者当斩。但仅止于怒，没有新增禁烟预算，没有全国联合执法，也没有重启禁烟特使制度。他做的是责令地方自行想办法。结果就是没人动，鸦片照卖，银子照流。这种表面治国，实则放空的状态，像一张快破的鼓屋。道光皇帝自己也听得出鼓声越来越空，可他仍旧打着节奏，哪怕声音刺耳，也不敢换鼓。他太怕了，怕乱，怕变，怕祖宗责怪。1845年冬，道光写了一篇手谕，标题是《慎终如始》，里面反复提到2个词：守成和谨慎。这是他对后世的交代，也是对自己的总结。他不愿做开创者，只想做守墓人。可问题是，他守的不是祖坟，是已经塌了一半的陵寝。他的谨慎在历史的眼中是最不谨慎的放任。那年除夕，紫禁城张灯结彩，但皇帝没有微笑。他坐在龙椅上，听着远处宫女太监的笑声，却忽然说了一句：今年的雪不大。旁人愣住，不知如何接话。他其实不是在说雪，而是在说这个王朝。他不是看不到，而是无力回天。他在一个旧世界里醒着，却拒绝睁开眼看新世界。他没有逃跑，没有昏庸，也没有沉溺女色，他只是用尽全力维持原状，直到原状无法维持。他想稳住大清，却亲手把大清带入最不稳的时代。他什么也没做错，只是在最该做点什么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英人走后，大清并没有缓过来，反而像一个从高烧中刚醒的人，看似清醒，实则虚脱。道光皇帝在宫中独坐，每日依旧是批折、用膳、静坐，偶尔祭祖。可就在这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状态下，整个国家的骨架正在悄悄改变。鸦片战争后，清廷虽然签了条约，但真正执行条款的却是地方，而地方对中央已经不再是皇命如天。广州、上海、福州等口岸城市，地方官员与洋人私下交易，联合经商，默许传教，甚至暗中保护洋行仓库不被民众冲击。这种和而不宣的勾兑模式，成了道光口中最讨厌却又管不到的现实。他偶尔会接到几份关于洋人越权行为的密折，大多语焉不详，不敢指名道姓。他看后皱眉，却也只批一句：查明办理。
地方官员心知肚明，皇帝不会插手，朝廷不会追问，这就是大清式妥协的新常态，表面尊皇，实则地方自转。而道光也默许了这种局面，他知道自己鞭长莫及，宁可装作不知道，也不愿点破，因为一旦点破，就意味着必须作为，而他早已不想再作为。他有过那么几次想要做点什么，比如整顿盐务，比如恢复黄河巡防，比如重新设立水师，南北统一指挥，但每一次他都在看到执行难度后迅速退步。他怕出乱子，怕改革被利用，怕一变革就有人说他不守祖制。他在祖宗之法和现实之需之间徘徊，最终总是选择不变应万变。这种不变表面上保住了秩序，实则是慢性溃败。最典型的就是军队。鸦片战争后，清廷开始察觉八旗兵不堪一战，可道光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。他不敢动八旗的编制，不敢裁汰冗兵，更不敢重新选拔将领。他怕得罪满洲贵族，怕引起旗内骚动，怕自毁根本。于是他选择照发军饷，照念旗规，哪怕这些兵早已丧失战斗力，就这么养着。有人建议训练新军，引入西洋武器，被他当场驳回。他说：“祖宗承天下，不假外器，今何必仿之？”他还引用春秋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可后面却补了一句：“然必循礼而进，勿急于一时。”翻成白话就是慢慢来，别搞太猛。这种慢慢来成了他的执政座右铭。可问题是，洋人不慢，他们加速布局租界，建码头，设医院，办电报，造机器，连小学都教化学物理。他们不讲仁义，只讲效率。而清廷这边还在争论，那个州理是否可作为治理蓝本。两个世界越拉越远，道光却像坐在山洞里的人，听着外头的雷声说：“天变久矣，勿惊。”内务府发现，最近几年皇帝的折子越批越短，从前还写5、6句评语，如今只剩阅、察、一议这3个字。太监们说，皇上是想静，谁也别吵。他每天更多的是花时间来读佛经，听听琴音。那养心殿里的佛堂香火是越来越旺。他甚至命人在御花园后面设一座净室，无人陪伴，只摆一张几案，一盏清茶，一坐就是一整晚。他不考虑未来，只求眼下无事。可外面真的无事吗？四川爆发叛乱，广西有秘密结社，蠢蠢欲动，江苏乡村案件频发，河南蝗灾连年，这些问题都会被层层粉饰过滤后才送到御前。他看见的是以安抚、不成气候、无碍大局的话术。他信了，也乐于信，因为相信了就不用承担，因为安心就可以维持这份平静和他幸福的小日子。但心里他也知道不对劲儿，他曾私下对近臣说：“朕恐守不住祖宗之业。”近臣愣住，不敢接话。道光没再说下去，他知道这句话一出口，等于承认自己失败。他不愿当失败者，于是他选择什么都不说，继续穿着那身打了7个补丁的龙袍，继续每日批折，看似勤政，实则机械。这一年，他开始频繁生病，太医轮班看诊，开出的方子全是心火旺、思虑重、气节不舒之类。他不是生病，而是心病。他不愿退，也不敢交棒。他看到太子渐有声望，心里却更焦虑。他怕下一任皇帝比他大胆，比他敢改革，
那祖宗基业岂不是毁在自己儿子手里？他一边批示楚军当谨慎守常，一边又暗地观察其动向，生怕对方野心太大。他像一个将要沉船的人，宁愿和船一起下沉，也不愿让别人来掌舵，因为那会显得他错了。而在他眼里，认错不是反思，是失败。这就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真正模样。他把国家当成一件瓷器，宁可积灰也不敢洗刷，怕洗着洗着就碎了。1840年代末，大清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乱了。战争停了，洋人暂时收兵，太平天国还没起事，北方灾荒稍缓，南方暂稳。宫里的御膳房重新煮起了荤汤，内务府也恢复了往年中规中矩的花销。可只有最接近道光的人知道，皇帝病了，不是身子骨，而是精神。他的情绪越来越不稳，常常半夜惊醒，说梦中看见乾隆面露愠色。他越来越少说话，越来越少笑，批折如翻旧账，看完就放，放完就忘，仿佛活着只是为了在位。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国家的问题，只是他已经习惯用拖来处理一切。他把沉默当成了一种治理方式，把忍一忍当作最高级的智慧。可历史不是谁能忍到最后谁赢，而是看谁能迈出那第一步。而道光从未真正踏出过皇宫半步，他守的是自己的节奏，不是国家的节拍。1849年，外国报刊开始在上海滩流通，名字叫《北华捷报》、《字林西报》，里面不再只是商贸资讯，而是开始刊登政治评论。有一篇直接评论清政府处理鸦片战争的方式，用了4个字：无知无为。文章经翻译后呈至宫中，内务府不敢直报，只在军机大臣处私下传阅。道光得知后暴怒，命人查禁，但这些报纸早已在口岸城市的茶馆中成了读物爆款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洋人的思想不再只是港口的事，而是民心的引线。他下旨禁止私自传阅遗报，违者充军3年，还命礼部重新编纂大清律例遗物附录，想用一套大清版的新闻法来控管信息。但现实告诉他，晚了。百姓已经知道，世界不只是一条北京到江南的御道，也不是满汉八旗的分封，而是还有洋人、机器、蒸汽船、火车、资本、合同，还有不再绝对服从的官民关系。而就在同一年，道光开始起草传位密旨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撑不住了。他不像乾隆那样高调提前禅位，也不像雍正那样死前神秘传旨，而是选择最保守的方式，藏密诏于乾清宫匾后，待死后由大臣开启。这个决定，一方面是出于谨慎，另一方面也是逃避。他不想面对太子的各种越界行为，不想承认儿子可能会和他有完全不同的路线。但太子，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，早就看出这位父皇的旧世界执念。他曾在私下说过，父皇处事如水磨，滴水不乱，然日久不尽。道光听闻冷了一整晚。他知道儿子说的没错，可就是不愿承认。他还是不信，这个被他一手教出来的太子真的能接住那份早已千疮百孔的国运。他开始加紧传授皇权之术，如何批折，如何驳奏，如何安排节令，如何用人不疑，又不能全信。他甚至专门安排宫中文臣模拟上奏，让太子练习如何周旋。他教得认真，也教得勤，可太子越来越沉默。他也看出来了，这份帝国的教科书已经跟不上现实的考题。
就在这段交接未交接的尴尬期，外头又起波澜。云南、贵州接连传出教案，即洋教在民间传教引发的冲突。地方官要求朝廷表态，是否允许教士在内地自由布道。道光没说同意，也没说反对，他只写了一句：仪式由仪务堂斟酌之。结果没人敢动。又一次，皇帝把烫手山芋扔给空气，洋人也不等，大胆提出传教自由权，理由是既然可通商，自当可通言。英方驻华大臣甚至以违约为名，要求清政府严惩滋事民众，而这些民众不过是围攻了一家教堂，打翻了几张桌椅。这事儿在大清看来顶多算民变，在英方眼中却是挑衅国家。道光听到英方要求赔偿时，整个人愣住了，夷人竟敢指摘我民。他从没想过洋人会开始干预大清的内部事务。他终于感觉到那张被他一再忽视的网已经张开，他不是天朝之主，而成了条约义务下的签字者。他不是全局控制者，而是被动响应的收件人。他手里再拿着龙印，奏折再盖着玉玺，也挡不住洋人一纸文书从天津传进紫禁城。道光病得更重了，太医院说他心肾亏虚，肝火内郁。他吃得越来越少，御厨每天准备的饭菜90%都会被撤回去。他不再看戏，不再书画，不再弹琴，只是一天到晚在御书房看旧册。有人劝他休养，他摇头，朕若一闭眼，大清便醒不过来。但其实帝国早已睁着眼做梦，梦里全是祖宗荣光，梦外全是时代雷鸣。他不信这个世界会变成洋人那一套，也不信祖宗之法会失效。他活成了一本移动的组织档案，走到哪儿规矩就到哪儿。他不是没努力，只是努力全用在了保持原状上。他的失败不是因不忠不贤不明，而是因为他把保守当作全部智慧。1850年初，北京冷得出奇，风一夜之间刮光了太和殿前的积雪，养心殿内炉火烧得很旺，但道光皇帝依旧缩在皇陵披风里，手指冰凉。他坐在书案前，面前是刚批完的几道奏折，还有一碗早已凉透的参汤。他咳了一声，又低头看向那份关于广西窑乱的密报。这可不是第一次了，地方治安失控，百姓不服从，教民与乡绅起冲突。地方官不敢强压，只能请求朝廷表态。而这时候的道光已经没有什么表态的力气了。他看着折子，像是看着一团不能下口的饭，知道要吃，但咽不下。他曾一度幻想，只要时间够久，祖宗的框架能把这些新旧杂音慢慢熬平。可现实已经证明那是熬不住的。他其实早就知道问题的源头，也早有人劝他改革兵制、财政、科举、教育，哪怕一步也好，但他都没有动。他怕第一步就走错，怕一动就牵连满朝。他想稳，结果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。而他心里最放不下的，不是广西乱局，不是洋人施压，甚至不是鸦片流毒，而是一个词：朝纲。他曾亲手写过“朕思守纲，唯如性命”。这句话被雕刻在养心殿的木屏后，如今他每日经过，却越来越觉得这5个字像是一种讽刺。什么是朝纲？是祖宗留下来的臣服体系，是皇帝说了算的稳定逻辑，是文官武将的分级游戏。可现在呢？洋人不贵，民心不定，地方不听，连最小的太学生都敢写诗讽刺朝政，
说天朝之外亦有人，城中之声不再停。道光读到这句，被气得发抖，可他也说不出反驳的话。他其实最怕的是自己正在失去话语权，他还坐在龙椅上，却越来越像一个观众。他曾试图用勤政来挽回主动，早起批折，午后读史，晚间听讲，规规矩矩，不敢懈怠。他让所有人看到一个还在努力的皇帝，仿佛只要自己坚持，朝廷就还能再稳几十年。但他心里知道，稳不住了。每当他看到皇子，尤其是太子面色淡定，用词新颖时，他就心慌。他不知道是嫉妒、担忧还是失落。他一手把这个孩子教成了规矩内的人，可如今这孩子却更像一个等待改变的引擎。他曾对一位近臣私下说：“太子聪慧，然其眼中所望与朕不同。”这是他最后一次用聪慧这个词，不是褒奖，是疏远。而宫外的世界早已不等他什么同还是不同。上海、广州、天津，越来越多的洋人设厂、买地、设报馆，清政府管不了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人提议收税，道光问能收几何，答曰或可年收30万两。他沉默，低声喃喃：“朕一件龙袍不值其一半。”听起来像是在讽刺，实际上是自嘲。他知道，这个国家已经不是靠节俭省下来的，而是靠系统改革撑下去的。可他不会，也不敢。1849年年末，他重提一件老事，迁都。他私下问军机是否可考虑避夷之风，图东南重镇为都。朝臣大惊，纷纷劝止。道光其实不是认真要迁，而是内心第一次承认，北京不再是万国之中枢。他说不出口，只能借迁都来发泄对现实的绝望。最后他把这事收回，说是朕一时妄想，不足深意。他越来越沉默，有时候整天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坐在养心殿的角落，盯着那幅万国来朝图。画中洋人长袍，马褂，伏地叩拜，而他现在知道，那不过是画出来哄皇帝开心的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被这种自我催眠的话骗了一辈子，朝廷也被哄了一辈子。真实的世界里，没人伏地叩拜，只有条约、炮舰、洋行和法律。他开始频繁回忆乾隆，他想象那位十全老人坐在御园里下棋、讲诗、检阅兵马的画面。他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乾隆开了个头，让清朝走上了无法逆转的斜坡。他对身边人说：“朕若身在先朝，当不如此。”这句话听着像是推责，其实是自责。他知道自己无论身在哪个年代，都不可能像康熙那样敢改，像雍正那样敢裁。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怕事的皇帝。怕事，不犯错，勤政、节俭、守成，听起来都是美德，摆在一起却是悲剧。他试图用这些标签塑造一个完美皇帝的形象，却没意识到，一个不肯承担历史重量的人是扛不住王朝命运的。他眼看着大清走进一个新旧碰撞、东西交融的十字路口，却一直站在远处观望，既不领路，也不放人走。这一年腊月，御医请命为皇上调理心肺积郁，提出暂避朝政2旬。道光摇头：“君一日不理事，臣一日无所从。”可就在几周后，他的身体突然恶化，高烧不断，脉搏紊乱，连御医都说气机逆乱，难再续命。他终于撑不住了，第一次躺在床上，看着太子跪在床前，一字一句道：“
谨遵父皇教诲，守大清江山。他闭着眼，听完这句没说话，只轻轻点了下头。或许那一刻他终于松了口气，或许那一刻他第一次承认，他一个人已经撑不住这个世界了。1850年正月，皇宫的雪还没化完，道光皇帝的病情已经无可回转。他像一根用尽气力的旧笔，笔尖发干，却还想再写几句什么。可他已说不动，写不下，只能靠微微点头或轻轻摇手来传达意思。大清帝国的第8位皇帝，走到人生的终点，仍旧保持着他一贯的姿态，不急不说不变。他不是败于战争，也不是亡于动乱，而是被时代一点点拖住，最终沉入。临终前2天，他让太监抬他去看了一眼乾清宫，眼神停在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上。他不是想念权力，而是想找最后的肯定。他一生守正，讲光，讲明，可越到晚年，他越明白，正而无为，光而无热，明而无觉，也许没用。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他只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咸丰帝继位那天，文武百官按一制3跪9叩，礼乐齐鸣。金銮殿上响起百官山呼万岁声，但没人喊道光圣明。不是他们忘了，而是整个朝廷都默认了一件事：前任皇帝留下的是一个没有明确方向的摊子，没人能拍着胸口说我懂他的路子。道光没有给这个时代留下目标，只留下了一堆未处理的问题。新皇上位第一件事就是设立遗物总局，这本是道光在世时多次被提议，每次都被他搁置的事情，现在他一走就马上落实。这无声的一刻，也许是对他最沉重的注解。而外面，世界没有停，香港变成了一个国际自由港，英法商船来往如织，上海租界扩张到了苏州河南岸，满街的招牌既写汉字也挂英文，甚至还有带德语的商号。大清的年轻人开始偷学外语，搞印刷，办报刊。这个国家正从闭关锁国蜕变为被迫接轨，而这一切道光既没带头也没阻止。后人评价他时用词都很含蓄，守臣之君，勤政皇帝，谨慎保守，节俭持家，听上去中性，实则冷淡。他没有留下荒淫无道的记录，也没有留下颠覆性的改革。他存在过，也努力过，只是努力的方向错了。他试图用不变来对抗巨变，用节俭来抵挡侵略，用秩序来压制崩溃，结果是国家一步步滑入更深的被动。他的沉默在那时是稳定，但从长远来看是一种失声。鸦片战争之后的整个10年，他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一次，没有重建军事体系，没有设立对外外交框架，没有引进任何西方技术，甚至连基本的统一情报渠道都未设。他维持着旧制度，让所有人继续沿着祖宗的轨道走，哪怕前面已经断轨，他宁愿去修饰轨道的边角，也不愿掉头。他把皇权看得太重，把外变看得太轻。他相信内文可应外乱，可外乱早已从四面八方渗进内文。他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会自己抚平风浪，却忘了时间也会让船沉得更快。他的宫廷是最后一个纯粹天朝中心论的堡垒，他的语言系统里几乎没有失败2个字。他讲究体统，讲究礼，讲究克己复礼，却没能讲出一句引导时代的格局之言。他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而是身之一动就会得罪太多老臣，撬动太多旧盘。他是懂得利弊的，
只是没有承担得起那个变的勇气。历史从不缺失败者，但像道光这样毫无败相却败得彻底的皇帝并不多。他是个理想的官僚型皇帝，自律、敬业、克己、尊法。他从不淫乐，不挥霍，不杀戮，不专权，甚至被不少史学家称作模范式君主。可国家不是靠模范维系的，是靠掌舵人敢不敢在浪头转舵。他从未真的转过，只是在原地打转。咸丰帝继位不久，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，乱局迅速蔓延全国。有人问，若道光尚在，会如何处置？很多大臣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们知道道光不会处置，他只会观望。就像对鸦片、对洋人、对条约、对通商、对变革，他一生都在观望。他不是昏庸，但太谨慎；不是无知，但太怕错；不是不爱国，但不敢赌。他活成了一个完美帝王模板，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选手。他没有推倒大厦，却亲眼看着它裂缝越来越大。他走的时候风平浪静，只是没人敢说这片湖水下面已经淤积了多少尘沙。道光皇帝离世后，清廷上下表面一片肃穆，百官扶丧，宫门披麻，钦天监连夜择定吉日，准备丧礼仪制，一切都按照祖制行事，没有一丝混乱。新皇咸丰接手的是一份道光打理的整整齐齐的文书系统，却也是一份没有任何应变机制的帝国实录。太子登基前的最后一次密谈，道光只说了一句：谨慎为先，不忘新改。他真心希望儿子能稳住大清，像他一样守着规矩，熬过风雨。他没说的是，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改。他没有藏私，也没有高招，他留给后人的只有谨慎本身。继位不过几个月，太平天国已然席卷广西，洪秀全打着天父天兄的旗号攻下永安，撕下的不只是官军阵线，还有清廷最后的精神遮羞布。而洋人也没闲着，英国在香港立法，扩港设学堂，法国传教士深入湖南内地，美商在广州设立第一间完全洋人自营丝厂。咸丰刚登基时，曾想做几件实事，改革财政，整顿军制，开放海关，自主征税。他在御前会议中提出设海关总局，被几位老臣坚决反对，说此非祖制，恐引西风入京。咸丰一时语塞，可这些阻力不就是父皇一手留下的吗？他表面尊道光的克己慎行，心中却明白，正是这种凡事别动的逻辑，让大清步步被动。他看懂了，但想动却寸步难行。而道光留下的不只是政策空白，更是一种思维惯性。他培养的官僚系统几乎是风险规避型人格的样板间，谁也不敢拍板，谁也不想担责，谁都精于维稳。人人口中一套祖宗惩罚，却无一人提出未来方向。这种系统在风平浪静时还能维持基本运转，但一遇风浪就全员缩头。你说他们愚蠢吗？并不，他们是太道光化了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在道光朝能活下来靠的不是才华，是别出错。升得快不是因为能干，而是说话不惹事。最稳妥的官道不是改革，是照规矩来。这就是道光一朝最大的无形遗产，一整套温水煮青蛙式的政务文化，看不出问题，更提不出方案。连史官都不好写，按惯例，道光实录得按勤政节俭、谨慎治国的角度写，不能贬。他们写他
日欲万几，素履以终。昔莫如今，凡事甚断。却在记录鸦片战争、南京条约、教案分歧时，词句越写越空，语气越来越虚。他们想写出点锋利，但笔落到纸上，就成了缄默以观，惜变如命。因为他们也怕写出一个什么也不干的皇帝，反而叫人觉得这皇位给谁不是一样。可时代知道答案。1842年到1850年是大清最关键的8年，西方全面入场，百姓价值观动摇，制度效能明显下滑，内外交困全面显形。清廷一次次有机会做决定，可以大刀阔斧整军，可以借西方技术革新，可以推动地方自治试点，可以建立对外信息机构，甚至哪怕开放一座城做洋务实验都好，但根本没有，每一步都被在意、查看、缓刑打发掉了。而这一套消极的制度性消音器，就是道光一手建立的。他并不贪婪，不腐化，不昏庸，也不愚笨。甚至如果你站在一个古代皇帝守成的维度看，道光几乎是模范。他节俭到宫中用具年年修补，克己到自罚俸银，不设妃子争宠，不用内奸干政。可问题是，他活在的是一个裂变中的世界，一个必须做减法也必须做加法的交界点，而他只会减，不敢加。而且他减得太狠，减财政，减军费，减开放，减兵练，减洋务，减交流，甚至连对知识的获取也在减。他不听夷人，不信新知，不看变革，不许越制。一个国家如果只知道收口、关门、削边，那他最后只能成一个空壳，还未破，却早已无心跳。咸丰帝不是不知道这一切，只是他刚走上台，四面起火，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了。他能用的官是道光留下的，能依靠的制度也是道光留下的，能听的建议是那些从道光朝活下来的谨慎之人给出的。他像一个接手了旧房的租户，拿着钥匙站在满是裂纹的地板上，知道地会塌，但不知该从哪里修起。而道光也许直到死前一刻都还在相信，只要守住祖宗的规矩，大清就不会亡。他太低估了时代的爆发力，也太高估了守的力量。他用全部的克己和节俭换来了一个制度性的不作为系统。而这位皇帝越临近晚年，越像一块被深埋在历史土里的石头，不吭声，不挪动，不接风。可他心里并不是真的不懂，只是怕懂。他怕动荡。他小时候正值乾隆晚期，和珅当道，虽衣食无忧，但耳濡目染的是一个动一动就要命的官场。他父亲嘉庆刚一即位，就雷霆处死和珅，满朝震动。从那以后，年幼的道光就学会一件事：权力的第一要义不是用，而是守。他看到了改制之难，也看到了任何风头的代价。皇子阶段的他，是整个皇族中最不惹事的那一个，不唱高调，不结党营，不提新政。他用安全换来了继承权，这件事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。他怕祖宗，这个怕不是封建迷信，是一种政治算计。他非常清楚，满清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祖法未改的逻辑上。康雍乾奠基了整个清帝国的制度模板，一旦后人轻易否定前人，就等于自毁根基。他宁愿拖，也不愿犯上作乱。他多次在批折中写下祖宗之法不可轻变，这不只是信仰，更是他维稳最坚硬的盾牌。他坚信只要守住祖宗的规矩，就能守住权力的壳子。作为一个高度自律、
近乎完美主义的皇帝，道光的标准太高，标准高到一旦动手，他就必须要求全胜，否则就宁可不动。他不允许自己犯错，也不相信任何人能承担得起后果。他用审慎包裹着自己的不敢，用克己来掩盖自己的犹疑。他批折谨慎到什么程度？有时一份奏章，他反复读3遍，只为确认语气是否对朝廷有不敬之意。一次处理一位贪官，他本可以迅速定罪，但他让大理寺复审6次，最后还是轻判。有人说他仁厚，其实他怕出错，他怕群臣，或者更准确说，他不信任人。他早年曾试图亲近一批改革派官员，结果不是被排挤，就是自行离场。他渐渐学会了一种虚服用人的方式，表面倚重，实则防范，话说一半，全放一半，让任何人都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他最怕有人功高盖主，也最怕有人借改革之名行野心之实。他不是不懂用人之道，而是用得太小心，最后满朝都是稳当人，没有一个破局者。他还怕百姓，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荒谬？但你要想，大清的制度并不真讲民为本，皇帝需要百姓的是顺从，不是声音。他看到鸦片泛滥，看到贫苦郁聚，看到南方百姓对朝廷不满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们做错了，而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所以他严禁书刊议政，查封私塾言论，连民间茶馆说书人都要备案。他怕百姓有思想，更怕百姓传播思想。他以为控制得住话，就能控制住局面。鸦片战争后，他收到各国传教士、洋商外交信函无数，可他拒绝亲见任何一个外国代表。他让军机处翻译、转述、简化，然后自己再谨慎评断。他不是不想了解西方，他是不敢真正理解，因为一旦理解了，就必须承认那个他们看不起的蛮夷世界，在火力、制度、贸易、文化、教育上全面领先。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他宁可装作还活在大清独尊的时代里。公里的地图永远是中国在中间，洋人边缘附属，这不是地理认知，这是心理地图。所以他把整个世界都压缩进一个小小的御书房，只通过折子、奏章、老官员的嘴去了解世界。他每天批折如常，上朝如常，用人如常，却从不亲眼看一眼变化。他试图把国家变成一个可控温室，只进风，不进雷，只养花，不容杂草。他的执政像是在拉锯，一头是新局，一头是旧制。他走到一半，回头看看旧制还没塌，就转身回去了。他的人生像一条看似笔直，实则一直打圈的路。他不失德，不荒淫，不懒政，不贪图私欲。他守住了皇帝该守的底，却没踩下该踩的油门。他活得太小心，反而错过了所有大气的时机。道光皇帝去世那年，京城下了一场又急又冷的雨，像是要把这座古老帝国的脸洗干净。可不管怎么洗，洗不掉的是那份深藏骨缝的沉默。他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，也没有骇人听闻的黑料，有的只是30年如一日的保守与谨慎。他没有被历史高声赞颂，也没被彻底唾弃，他只是以一种最无声的方式，把一个庞大帝国送到了悬崖边缘。我们总说历史是一条大河，有浪有流，有漩涡，有断面，而道光就是那段水流最慢、最平静，却也最危险的河面。它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水下已经布满漩涡和深洞。你不做选择，水
就会替你做选择；你不掌舵，水就会带你撞上礁石。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输，而是从未真正出手。鸦片战争是大清的转折点，却不是唯一节点。更关键的是，战争之后，整个清廷该如何理解失败，接受现实，重新定义世界坐标？这一切，道光全都静观其变，没有认错，没有检讨，也没有改革。他好像一直在等一个天命反转，等洋人犯错，等风向变回祖宗的方向。他是个勤政皇帝，却没有留下改革；他是个节俭皇帝，却没留下复国之策；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皇帝，却没为后人留下一条能走的路；他是个怕负责任的皇帝，却亲手制造了最大的责任黑洞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回看道光，有人说他没做错什么，也有人说他什么都没做。两句话看似矛盾，其实是同一句话。因为他怕做错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。而这份谨慎到极致的风格，才是真正改变历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。等到他死后，整个朝廷的无声惯性仍在延续。咸丰即位后，也被迫走上边走边改、边改边塌的道路。道光留给他的，不是一个正要起飞的帝国，而是一个看起来完好却内部生锈的空壳。而那个坐在船头一直安静握着舵却从未真正转动的人，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明宁道光皇帝。中国近代史真正开始的地方，不是1840年那一炮响起，而是这个沉默的人选择不动的那一刻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也该慢慢停下来了。今天我们走了一段很安静却不平静的路，一个皇帝30年的沉默，一个国家30年的停滞。可有时候啊，越是没有声音的选择，后果反而最响。历史不只属于那些喊得响、打得狠的人，也属于那些没说话但没拉手刹的人。如果你听到了这里，也许已经快要睡着了吧。这一夜好像特别静，晚安。